1月7日，伊朗游行如火如荼继续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首都德黑兰的游行画面。画面从高处俯览，只见密密麻麻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塞满了狭窄的街道。而黄色出租车被困在人群之中，是动弹不得。抗议者们高举旗帜，高呼口号“国王万岁”，声音回荡在城市上空。让哈梅内伊感受一下伊朗人民的愤怒吧。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画面，位于博伊努尔德这个城市，大量民众在白天沿着街道向前游行，人数众多，您甚至看不到队伍的头和尾。这些民众情绪高昂，不断高喊口号，您站在楼上都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呐喊声。那另外一段拍摄于白天的视频显示博伊努尔德的抗议人群不断向前行进，在游行队伍前面，我们看到一些警察，他们其实也无可奈何，只能跟着人群向前走。在这次抗议活动中竟然也出现了军警支持抗议的画面。我们现在拍摄的画面正是位于博伊努尔德，现场警察在向人群招手致意，之后向后撤退。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11天，那和之前相比今天抗议活动规模再次不断扩大，甚至有不少示威活动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白天。在1月7日当天，伊朗全国有28个城市的集市商贩们举行了罢工，而伊朗第二大城市大布里市的商贩首次加入大罢工。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超过100个城市举行了游行和示威。那今天在南部的南帕尔斯炼油厂的工人竟然也举行了罢工。这场罢工最终是否会蔓延到伊朗至关重要的石油行业，还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伊朗当局的镇压已经导致至少35名抗议者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而现在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里萨巴列维则不断在网上呼吁民众参加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他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消息流量接近7000万人。那现场的抗议人数实在是太多，伊朗政权不仅无法将这些抗议民众逮捕，甚至在面对抗议时不得不向后撤退。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拍摄于马什哈德的画面。那马什哈德是伊朗第二大城市拥有超过330万的人口。画面中我们看到大量全副武装的伊朗巴斯基民兵，他们骑着摩托车却被大量的抗议人群向后驱赶，这些民兵也只得不断向后撤退再撤退。那现场画面看起来是非常壮观，一些民众甚至用石头在打这些伊朗军警。那最终这些伊朗军警不得不狼狈逃亡，而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装备还被愤怒的民众不断打砸，用来泄愤。那我们接下来再具体看一下伊朗各地的情况，那必须要从首都德黑兰说起。在1月7日，德黑兰的萨尔区我们看到支持巴列维的青年们不断走上街头，占领公共场所，他们不断高呼着霍梅内伊去死，独裁者去死。街上不断有物品被燃烧，现场情绪非常高昂。而在首都德黑兰的另外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大量民众戴着口罩，在夜晚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游行的行列。在另外一段拍摄于1月6日的画面中，德黑兰市中心的抗议者试图用一些废弃物封锁首都的一些主要的街道，来阻止军警的镇压活动。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中部城市设拉子的情况。一段拍摄于白天的视频显示，抗议者在市区多个街道上试图设置路障，来阻止前来的军警镇压。这四处都可以看到有一些物品被焚烧，我们不太清楚被焚烧的到底是什么。而在1月7日白天，另外一段视频显示一辆装满大石头的卡车抵达抗议现场，这些石头被用来封锁街道，它倾倒在路面上，专门用来阻止伊斯兰的军警进行镇压。
不过，当天晚些时候，有视频流传出，显示设拉子的军方已经出动，试图清除街道上设置的障碍物。那街头我们也可以听到不断传来零星的枪声。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最后有大量的伊朗军警，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向前推进，而街道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抗议者的身影了。伊朗这次的抗议蔓延全国各地啊。另外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重要的石油输出港口阿巴斯港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稍晚拍摄于阿巴斯港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军警骑着摩托车，但是他们在面对人数众多的示威游行者时，毫无还手之力，不得不狼狈向后撤退。在1月7日白天拍摄到的画面中我们看到在阿巴斯港举行的街头抗议活动中，大量人群不断高呼今年是流血之年，赛义德·阿里必将被推翻。而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大量的伊朗群众也不断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他们拿着手机走上街头并拍摄画面，不断高呼口号。那有一些愤怒的民众甚至将一个空中巨大的伊斯兰国旗给撤了下来，然后不断的撕扯它，把它撕的是粉碎。可以看到当地民众对伊斯兰政权已经有多么的愤怒了。相信这样的画面，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一定觉得非常的解气。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想撕掉的国旗。在1月7日夜间据说抗议者已经控制了第3个城市卡拉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拍摄于该城市，可以看到街头巷尾都是大量的民众示威者，他们甚至推倒了一个哈梅内伊的雕像，并将其彻底烧毁。我们再来看一下位于伊朗赞詹省的阿巴尔市的画面当地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喊口号，要求推翻伊斯兰政权。那这个阿巴尔市人口20多万，它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城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抗议的怒火基本上已经烧遍伊朗全国了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都有。而在另外一个小城市叫切纳兰，我们可以看到居民在夜间也走上街头，他们重新控制了街道，并摧毁了一些属于伊斯兰政权意识形态的一些雕像纵火焚烧。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小城市伊朗的萨普泽瓦尔，也是大量的人群走上街头，他们不断高呼着口号，这是最后的决战，巴列维必将回归。那有一些激动的伊朗民众甚至对一些国家机关进行了突袭。我们现在看到了画面，据说是位于博鲁吉尔德不少当地的年轻人冲击伊朗革命卫队设在当地的机构。那另外一段画面显示，在伊朗西部地区由库尔德人占据多数的伊拉姆省据说当地已经有2座城镇一个叫阿巴丹市，还有另外一座城市已经完全被抗议者所控制。人们不断喊着打倒霍梅内伊，打倒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等不同的口号。在当地甚至有一些巴斯基的民兵已经放下武器，宣布叛逃。伊拉姆省位于伊朗的西部，靠近伊拉克边境，而我们提到的阿巴丹市人口只有区6万人。那当天夜间网上也流传着不少阿巴丹市的抗议视频，可以看到游行人数相当多，一眼你都看不到头，感觉整个城市的人们都已经上街游行了。那看了这些画面，您就能明白现在伊朗的民意是有多么的汹涌它不是1个人2个人，也不是1万人2万人，而是全国上下都已经受够了伊斯兰政权40多年来的胡作非为。伊朗其实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在过去1-2天内，我们看到伊朗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大量的人群纷纷走向街头。当然具体情况每个地区可能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靠近伊拉克边境地区一些当地民众已经彻底控制了2座城镇不过他们都是一些小城市。而在一些中部的大城市，比如说德黑兰设拉子马什哈德，或者南部的阿巴斯港，伊朗其实都出动了军警，试图驱散人群并开始镇压。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现场的画面，
显示这些军警在面对成千上万愤怒的抗议民众面前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局势，只能不断的向后撤退。伊朗的这次大规模游行活动和中国的8964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896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并没有出兵镇压，甚至开始时有不少政府机构比如说检察院、法院，他们都也参加了游行活动。但是伊朗这一次不一样从活动开始第一周内，伊朗军警包括巴斯基民兵就已经出动，开始镇压、开枪了。可是伊朗军警的镇压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游行和抗议活动依然不断向全国蔓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十名抗议者伤亡的报道出现了，但伊朗民众仍然无所畏惧，继续走上街头。这意味着伊朗的局势恐怕不是目前的伊斯兰政权所能控制得了的了。更重要的是，在伊朗身后还有一个永远盯着自己的以色列。这两天我们看到在伊朗街头甚至出现了雷达车上路工作的画面，看得出来伊斯兰政权既要担心国内的游行示威，还要担心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在目前这样民众不断抗议的情况下，如果以色列空军出动空袭重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基地，连革命卫队说不定都不干了，要加入游行队伍了。那这些情况看起来，恐怕留给霍梅内伊政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关于伊朗的局势，我们会持续关注。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